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我们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密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美的这一场关税战，赶快来看到川普最新出的牌，他要持续的跟习近平来求挠吗？打的是大豆牌。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阿根廷这一回把大豆卖给了中国大陆，而美国不只是损失了大豆市场，还包括美牛市场惨崩了90%。美国会不会陷入农产末日呢？另外，今天也会关心10月底就是即将要召开的这一场中美的 APEC 的会议，谁作为东家是中国大陆还是美国？这个都充满学问。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来看谁会抢下主导权。今天的3个焦点话题，带观众朋友来看到，也就是请我们来宾会特别帮我们做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川普现在紧盯的大豆哦，其实这次的 APEC 谈判本来有很多的议题可以谈，但是他从头到尾都只讲到大豆，是真的挺农民吗？还是他担心了这个大豆再卖不出去，选举一下接下来的明年期中选举就会翻盘了吗？美国农民末日是否正式到来？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现在阿根廷可以说是赚翻了。首先，美国砸钱去救阿根廷的经济，但是阿根廷转手，就是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把自己的大豆卖给了中国。那美国的财政部长就被自家的高官骂，也实在是贝森特，你太愚蠢了吧？川普到底是在救农民，还是养肥了北京？这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今天也会关心是 APEC 的饭店争霸，什么意思呢？就是中美谁会抢下主导权来主导这一场 APEC 的会议？饭店会由中国大陆还是美国选定的地点来举办呢？那么主导权未来会握在谁的手里面？川普要秀肌肉，北京更是要证明自己是亚洲老大，谁能抢下主导权？今天也会一起做解读。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川普说了，在他的社群平台上面写下，再过4周我就会即将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的见面了。这一次讨论的主题就是大豆，是当务之急。他也痛批了中国说，中国啊，你因为谈判的理由不购买来自于美国的大豆，我们国家的大豆农正在受伤害。但他也跟这些大豆农说，没有关系，我也有在替你们想办法的。我们接下来会用针对中国大陆所收到的这一些关税收入来补助你们农民哦，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要拿这些税收去补助农民的话，也要国会通过才可以啊。现在预估最快也要等到2026年初。才有可能发放这一些补助给美国农民，大豆业界直接痛批，等补助下来，我们出货季都过一半了，倒闭也都倒光了，怎么来得及呢？美农真的撑得下去吗？接下来来看到这件事情也太糗了吧！美国财长贝森特他在一个联合国的记者会上面，这本来只是刷手机，结果呢被这个美联社的记者拍下了这个超级糗的画面。贝森特他当天在阅读这个手机的简讯，结果呢，这个记者发现他收到了来自于 BR 的简讯 ，BR 他在上面写了这句话，他说：“美国你砸了200亿美元要救阿根廷的经济，结果阿根廷呢，他透过取消谷物出口税，把大批便宜的大豆卖给了中国，导致美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卖我们的大豆给中国啊。那么也导致了黄豆的价格不断的下跌，给了中国更多的筹码。你是个蠢货，贝森特。”这话讲得很直白哦。那写这个简讯的内容的人，他其实就是美国的大豆的很重要的一个农业部长哦。这一场大豆战，当然了，也牵动着整体的这个川普在明年的期中选举的选情，尤其是几个重要票仓，包括了伊利诺、爱德华，还有明尼苏达等州，都是共和党的必争之地。现在农民叫苦，2026的期中选举恐怕都会一起受到影响了。APEC 本来可以谈10月底的议题这么的多，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川普只提到大豆是这个为农民出头，还是为了选举算计？农民等得到2026年才得到补助吗？委员怎么看 ？APEC 再多的议题也不如大豆来的重要啊。APEC 这个议题不会影响到共和党选票，大豆的议题会影响共和党选票，这是一个政治现实。所以川普重视大豆胜过于 APEC 议题，这个是人之常情。美国的大豆问题是这样的，全部的美国的大豆要
卖给中国大陆那一部分，面积多大？我现在不是讲全部哦，要卖给中国大陆那一部分的面积哈，有25000平方公里，要卖给中国大陆那一部分25000平方公里。那台湾多大？36000平方公里。台湾如果再扣掉这个山区啊，大概只剩下140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美国要卖给中国大陆的那一部分的大豆的面积，比台湾的平地面积还要大了2倍，你就知道这个规模有多大。是，因为美国出口的量哈，60%要卖到中国大陆去。那现在中国大陆不买，你说农民怎么办？慌了嘛！而且今年又是什么？今年又是盛产。对，哇，那盛产更是堆积如山。要多少人工才有办法去处理啊，去托运啊等。所以川普讲对了，可是是因为中国因为谈判理由不购买吗？当然是有，可是不是全貌。为什么？因为巴西、阿根廷也盛产，结果他们的价格就是比你美国便宜2成啊。而且中国大陆的大豆进口商啊，80%是民间企业啊，所以20%是什么中粮啊那些，所谓的什么央企和国企之类的。那你如果是做生意的，你会去买比较贵的嘛？对，即使品质比较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嘛。所以去买巴西跟阿根廷的，只要中国政府没有禁止的话，那大概就是不可能去买你美国的。那你现在要买美国，中国大陆必须要对巴西跟阿根廷做某种程度的禁止，那会得罪巴西跟阿根廷啊。何况像阿根廷哦，它本来就比较穷嘛，它也没有关税可以补贴啊。那现在唯一办法说，以前害怕说国内这个不够，所以有出口关税，现在干脆把出口关税全部归零，全部外销到中国大陆去，让他的农民就今年好好的赚一笔吧。是，我觉得这个米莱也是，很像川普的风格，有钱赚比什么都重要。管你是朋友，那美国当然抱怨了，我不是刚帮助你200亿吗？结果你现在还降低黄豆价格啊！即使大豆有黄豆、黑豆、青豆，但我们讲了大豆基本上是黄豆。就现在啊，你把我美国的这个大豆打得鼻青脸肿啊！那川普只好说啊，我用赚的关税来补贴一亩要160块美元，那根本只是成本一部分而已啊，没有办法全部 cover 啊。而且还说明年年初才能够发放。那请问我今年怎么过啊？我要缴贷款，我要缴这个人工费用，我要去借钱。你川普不是开玩笑吗？那就开始怪贝森特，你干嘛200亿救阿根廷啊？你根本跟中国大陆谈判的时候，怎么没有把大豆列在里面谈判呢？所以白宫现在乱成一团。对，现在白宫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哦，就是美国的农民能不能撑过今年都是一个问题，总不能等到明年才拿到补助金额吧？其实不只是美农，包括了这个大豆的农民很惨。现在另外一方面哦，包括了美国牛肉同样是中箭落马。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是路透的报道，其实川普在入主白宫之后，大陆就已经开始非常的小心了，尤其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祭出很多杀招了。首先，他们就是干脆故意让上千家原本可以这些肉品的加工厂在大陆可以注册的，都让它失效、失败。那让美国牛是无法出口到大陆。这个跌幅竟然暴跌了90%，而且以过去每个月呢卖到中国大陆的牛肉的价格金额可以达到1亿2000多万美元的大市场，现在直接归零。而且大部分的市场给了谁？被澳洲给完全取代了。那所以我们先讲大豆，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被批说是愚蠢操作，另外一回就是害到了自己的大豆，还有包括自己的牛肉都卖不出去。这个关税战到底美国有赢吗？厉将军怎么看？我们都知道阿根廷它的货币现在一直在贬值哈，它当然需要很快如果说有一批农产品可以这个大米卖出去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阿根廷披索可以稳住，不用再继续贬值。那结果没想到，川普说给他200亿美金的这种补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阿根廷的总统米莱是这个川普的这种盟友了哈，交情很好，所以川普他的个性就这样说：你是我兄弟，我就一定全力帮你。他不太考虑太多的细节。结果这米莱没想到背刺他哈，你一给我200亿美金的话，他立刻怎么样？立刻将他的
这个农产品货物这个减税啊，就免税零关税我就卖出去。它原来的货物税是多少？农产品货物税是26%，那你看一免税是不是就变得很便宜，少了26%的这种货物税？那中国立刻二话不说，立刻下订单买了10船的黄豆哦。那美国现在确实是黄豆很头痛。中国每年它从国外进口的黄豆有1亿吨那么多哦。那美国来讲占了2500万吨，也就1/4是跟你美国买的。那你知道这2500万吨跟欧洲比起来，欧洲来讲的话，总共也不过才这个490万吨，在欧洲不到中国采购的数量的1/4啊，不到1/5了哈。那你就知道中国是跟这个美国买黄豆的一个大户哈。那如果说是中国一旦不买的话，我觉得对豆农来讲伤害那绝对是很大。那美国的豆农有多少呢？有50万的豆农那么多哦。那你想想，这50万不是少数哦，它包括在这个川普的主要的支持他的所谓红州哦，伊利诺州啦、爱荷华州啦这些州。那一旦中国这次来讲的话，等于一粒黄豆都没买，我觉得对这些豆农来讲，那伤害确实是很大。尤其是黄豆来讲的话，其实这个美洲哈，它产期是有固定时间出来的。比如美国来讲的话，大概是这个时间哦是收获期。那紧接着，如果过这段时间没有卖出去来讲的话，下一批收获期就是什么？就是巴西、阿根廷、南美洲。所以中国现在就已经跟阿根廷这个下这个订单嘛，因为黄豆你如果说卖的话，你不是说到市场买菜这么简单，你之前包括安排这个船哈，包括码头、包括港口、包括期货等等，说要先起作业。那牛肉也是一样，其实美国牛肉不是说不好，也是不错了哈。但是你也知道，美国也是中国是美国牛肉的大户哈，尤其是最重要，美国买中国买美国牛肉，他会买一种什么肉呢？叫这个肩胛肉。肩胛肉它比较结实，因为牛的肩膀活动比较多嘛，肌肉比较结实。但是美国人自己比较不吃这部分的肉，因为它比较我们讲起来就比较这个硬了哈，不好。可是中国人刚好他喜欢吃这种肉，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牛肉来讲，牛肉面你看经常有时候什么用炖的、用卤的、用煮的哈，这个下酒菜切点卤牛肉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要比较韧一点的，反而适合中国人吃的口味。尤其是这种肩胛肉还可以做一样东西，因为它比较纤维比较粗嘛。它可以做牛肉干哦，很适合中国口味，就变成说对美国这些国外来讲的话，他们吃的都比较嫩的，你看煎成牛排那种要比较嫩一点，他们反而不吃的哦，反而是中国人喜欢吃的，而且中国会用比较高的价格来给他们买。都饿了，因为刚好现在差不多中午过后啊。那等一下下一把的话，就每个人发一盘牛肉干，所以我觉得就美国人认知就亏大了。我讲一个数据，大家就知道这次美国这个。中国转跟澳洲买的数据，美国亏有多大？中国以前跟每个月，我讲的是每个月，不是一年了，光跟美国买的牛肉就1.2亿美金这么多哈。那今年的7月份，他只买了800亿，那你看少了多少？等于说是连1亿都不到，大量少。那这少的金额到哪里去了？到澳洲去了。澳洲来讲的话，现在他7月份哈，他卖的金额已经高达2.1亿。那么多的美金哦，然后尤其是增幅更可怕，到60%的增幅，这么高的增幅，所以很明显的，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转而跟澳洲买。但是我特别要强调一点，中国有时候你说分散采购对不对？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粮食这东西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全。那如果说是我们换句话讲，今天你跟美国买黄豆，他要卖给你，如果哪一天美国如果说不卖你黄豆的话，会不会造成中国粮食的危机？如果两国一旦有这个军事上的争执或冲突来讲，美国不卖就会造成中国军事上的一个危机哈。所以这是这个战略智慧的展现啊。就中国来讲，它是属于那种多元采购，除了跟美国，它也跟巴西、跟阿根廷多元的采购，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里，以免将来发生重大的争执或冲突来讲的话，那粮食这部分万一被美国卡到的话，我觉得就很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智慧的表现。好，粮食涉及国安哦，所以这个买大豆买不买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了，这个层面可以拉高到非常高。那尤其我们现在要关心就是刚刚谈了，不管是大豆啊，或者是牛肉等等，接下来紧接着10月份就是 APEC 的会议了。川普手上现在大豆卖不出去，牛肉卖不出去，总要掌握一些什么吧？包括了就是选定的地点，谁来决定这个 APEC 选在哪里，主导权总要握在手中吧？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地点的选定呢，
来自于韩国媒体的报道，美中率先在韩国这边选了2个地点可能会来举行，包括了首尔跟庆州。那美方选在首尔的是凯悦饭店，中方选的是新罗饭店。庆州的部分呢，美方选的是希尔顿，中方选的是可隆度假村。结果双方到现在都还没有谈拢，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底会在哪里举行。只是有一件事情比较尴尬的事情是有关涉及李在明的韩国总统，因为呢还没揭露说，当初中方本来已经讲好说要包下了新罗饭店，结果为了这件事情，韩国的这些新人本来要结婚的，就变成说他们要延后，结果中方又决定临时取消了。那根据韩媒的说法，还没有付违约金哦，让李在明在国内被骂翻了，说你只会一昧的讨好中国而已，却被中国给放鸽子了，你根本就是一个国际的笑话。先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美中饭店的主导权这件事情，谁做东？为什么第一个这么的重要？第二件事情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好像传出习近平取消了在南韩这边的饭店，那引发如此大的风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意义？2个层面，你谈的是2件事。第一个事情就是中美到底谁当东道主，来请客啊？这个部分里面很有意思，美方没有放出任何消息，中方也没有放出任何消息，而第三方韩国的媒体却大放消息。对。那韩国的媒体本来可靠性就比较低，在全世界的媒体中，韩国媒体的可靠性基本上是并不高的啊。所以由韩国媒体来放这个消息，而竟然不是中美的官方来放这个消息，这就很有意思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既然是在韩国办，那也应该是由韩国的官方来放出消息，而也不是由韩国的官方来放出消息，反而是韩国的非官方的媒体来放消息，那这个更有意思了啊。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暂时部分关门了，美国的国务院维持工作人员大概只有3-4成而已，很大的部分人都在休假了啊。那为什么？因为反正没钱了嘛，那就联邦政府关门。那为什么跟这个有关呢？因为现在办事人员变少了，只有核心的人物还在上班，其他的人员都停止工作了。可是川普要到亚洲来的这一趟，要跟印度见面，莫迪见面，要跟日本因为他要先到日本去，再到韩国，很有可能还会跟金正恩见面。那请问一下，这么多的行程到底要怎么安排？美国自己都还没有把握，那怎么可能会中美的双方的领导人要谁来请客，谁哪一方面都真的要去请客？却不是美国跟中方放的消息，却是韩国放的消息，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消息是可靠性极低。那接着我们就问说，因为他说等于是中方跟美方就是一次到首尔，一次到庆州，会是这样吗？也不知道哦，因为开会才2天嘛，就是10月31号一天，11月1号一天就结束了嘛。那为什么还要先飞到首尔，然后再飞到庆州？所以这个消息也没有经过美国证实，也没有经过中国证实，也没有经过韩国证实，而是这个媒体又放消息了。接着又讲到开罗饭店，说这个开罗饭店本来有亲人要办婚礼，然后把它取消，现在中方又取消，然后所以如果有国际笑话，国际上谁在看这个新闻，谁在消化这个事，都是韩国人自己写。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新闻实在是诡异到不行。但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尹锡悦任内，当他跟他的政党国民力量党培养了一股庞大的仇中、反中、恨中的这个团体、跟组织、跟情绪，跟美国的 CIA 大有关系，这点应该是可靠的讯息吧。所以这个会不会就是这些仇中、反中、恨中，然后要打垮这个李在明的他们放的新闻，而这个媒体也来帮他们推波助澜，因为一切都是一个罗生门，然后都自己制造这样的一个新闻，自己制造这样一个谣言，而无从证实，也无从否定。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